大家回想一下，10年前在咱们农村盖房子、翻修屋顶，最火的材料是什么？不用多想，绝对是树枝瓦。那时候，不管是新建的平房、2层小楼，还是老旧房屋翻新、院子搭棚，家家户户首选都是彩色树枝瓦。它颜色鲜亮，平整美观，盖完的屋顶整齐又洋气，一时间成了农村建房的标配。可短短10年过去，行情彻底翻转。现在你再去农村转转，新建的房子几乎没人用树枝瓦了。很多早年装了树枝瓦的屋顶都在陆续拆掉更换。曾经风靡全国、霸占农村屋顶的网红建材，如今彻底跌落神坛，甚至被很多农户直言谁装谁后悔。很多人都疑惑，当年被吹上天的树枝瓦到底怎么了？今天咱们就一次性讲透，内行人道出真相。首先说说树枝瓦当年为什么能快速占领农村市场。第一就是颜值高，选择多，传统青瓦、陶瓦颜色单一，只有青灰色、土红色，而且瓦片大小不一，铺设完屋顶缝隙多，观感杂乱。而树枝瓦出厂就是彩色的，红蓝灰应有尽有，色泽鲜亮均匀，铺出来的屋顶平整大气，视觉上比传统瓦片精致太多，契合了当时农村建房追求美观的潮流。第二是轻便省力，安装高效。用过传统瓦片的都知道，陶瓦、青瓦重量极大，盖屋顶需要搭建厚实的屋梁领条，人工搬运铺设都特别费力，工期长，人工成本高。而树枝瓦本质是合成树枝材质，说白了就是高强度塑料，重量极轻，单人就能轻松搬运铺设。而且它是大尺寸整板设计，拼接缝隙少，一套屋顶几天就能完工，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成本。对于农村自建房来说，性价比极高。第三是初期防水效果好，不易生锈。早些年农村很多人用彩钢瓦盖屋顶，虽然便宜轻便，但最大的问题就是极易生锈，2-3年就腐烂漏水，翻新频率极高。而树枝瓦防水性能优异，表面光滑不积水，不渗漏，本身不会生锈腐蚀，刚装完的几年屋顶基本不会出现漏水问题，完美解决了彩钢瓦生锈、传统瓦片漏水的痛点。第四是价格亲民，门槛低。10年前树枝瓦市场竞争激烈，厂家批量出货，零售价格非常实惠，相比于厚重的陶瓦，整体铺装成本更低。对于预算有限，只想简单翻新屋顶的农户来说，树枝瓦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。凭借这4大优势，树枝瓦迅速取代传统瓦片和彩钢瓦，成为农村屋顶建材的王者。厂家更是大肆宣传，号称质保30年，耐用一辈子免维护，让无数农户放心入手。但潮水退去方能看见真相，当年吹的有多神，现在翻车就有多惨。短短几年时间，第一批安装树枝瓦的农户几乎全都遇到了各种问题，树枝瓦的致命缺陷彻底暴露，这也是它如今被农村淘汰的核心原因。第一个致命硬伤，极其怕晒怕冻，老化速度快，寿命大打折扣。很多商家宣传树枝瓦能用30年，但这完全是虚假宣传。树枝瓦的核心原料是 PB4 合成树枝，属于有机高分子材料，天生惧怕紫外线、高温和低温，根本扛不住户外常年的日晒雨淋。4季温差，在南方，夏季高温天气下，屋顶表面温度能飙升到60摄氏度以上。长期高温暴晒，树枝瓦表面会快速发生氧化反应，原本鲜亮的颜色慢慢发白、褪色、斑驳，短短2-3年就变得老旧难堪。更严重的是，高温会让树枝瓦材质逐渐粉化变脆，瓦面硬度大幅下降。而到了冬季低温天气，尤其是北方零下10几度、20几度的严寒数周，瓦片会急剧收缩、变硬、变脆，极易出现开裂、崩口，一热一冷、一胀一缩的反复循环，让树枝瓦的瓦型彻底变形，出现翘边、凹陷、鼓包、下垂等问题。根据农村实际使用反馈，质量上乘的全新树枝瓦最多也就用10到15年，而市面上流通的大多是低价劣质树枝瓦，使用寿命更是惨不忍睹，普遍3到5年就全面出问题，根本达不到商家宣传的质保标准。第二个让人崩溃的问题，
热胀冷缩导致接缝漏水，越修越漏。这是树脂瓦最普遍、最无解的通病。树脂瓦的热胀冷缩系数远高于传统陶瓦，昼夜温差、四季交替带来的形变非常明显。夏天受热膨胀，瓦片之间相互挤压起拱翘边；冬天遇冷收缩，瓦片拼接处会拉出缝隙。不管当初安装的多么严密，用不了几年，屋顶就会遍布缝隙。一旦遇到大雨、暴雨，雨水就会顺着缝隙渗入屋内，出现屋外大雨、屋内小雨的情况。更麻烦的是，树脂瓦变形是整体结构性问题，不是简单打胶补丁就能修好的。今天补完这里漏，明天那里又开裂，年年漏水，年年维修，费时费力又费钱，彻底沦为无底洞。第三个致命短板，抗冲击性极差，极端天气秒变破损顶。很多农户反馈，树脂瓦最怕冰雹和强风天气，正常陶瓦、金属瓦抗冲击能力强，普通冰雹大风完全不受影响。但树脂瓦老化变脆后硬度极低，遇到鸡蛋大小的冰雹，砸在屋顶上会直接砸出密密麻麻的小洞，好好的屋顶直接变成星空顶，彻底失去防水能力。不仅如此，树脂瓦重量太轻，固定仅靠几颗螺丝，遇到台风、强对流大风天气，很容易被整体掀飞。农村不少案例中，大风天树脂瓦整片脱落，不仅屋顶彻底报废，掉落的瓦片还有极大安全隐患，容易砸伤路人、砸坏财物。北方暴雪天气时，老化的树脂瓦承重能力大幅下降，积雪堆积过多，还可能出现屋面塌陷风险，安全隐患不容小觑。第四个劝退所有人的缺点，雨天噪音巨大，居住体验极差。很多没装过的朋友不知道树脂瓦下雨有多吵，尤其是老化变薄的树脂瓦，雨点砸在瓦面上会发出噼里啪啦的巨大声响，堪比敲鼓。小雨淅沥作响，大雨狂风轰鸣，深夜下雨根本无法安稳入睡。相比于传统青瓦的静音效果，树脂瓦的雨天噪音问题让无数住户苦不堪言，这也是很多人坚决淘汰它的重要原因。除了产品本身的硬伤，行业乱象、劣质泛滥是树脂瓦彻底失去民心的关键推手。树脂瓦走红后，大量小作坊、小厂家跟风投产，市场瞬间鱼龙混杂。正规优质树脂瓦会添加足量的抗紫外线助剂、稳定剂，原料纯度高，韧性好，寿命长，但成本偏高。而市面上 90% 的低价树脂瓦都是回收塑料废料，掺杂大量碳酸钙粉末制作而成。这种劣质树脂瓦成本极低，利润极高，商家靠着低价优势疯狂抢占市场，看似价格便宜，实则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。新瓦看着光鲜亮丽，用不到3年就会全面褪色、粉化、开裂、漏水。很多农户贪图一时便宜买到劣质产品，最后付出几倍的维修更换成本，彻底对树脂瓦失去信任。更坑的是隐形消费，很多商家只报瓦片单价，隐瞒配套成本。树脂瓦不能直接铺在原木领条上，必须搭建密集的轻钢龙骨钢架。看似瓦片30几块一瓶，加上钢架、人工配件，整体铺装成本一瓶高达80-90，根本没有想象中划算。后期更换还得再次投入重金，性价比彻底崩盘。除此之外，农村建房审美升级，替代材料崛起，彻底终结了树脂瓦的市场。10年前，农村建房大家的需求简单，只要防水好看、便宜就行。但现在农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，自建房越来越偏向别墅化、精品化，大家建房更看重质感、耐用性和保值性。树脂瓦用几年就老化斑驳、变形、漏水，质感廉价，完全配不上现在的新农村自建房。而如今市场上的屋面材料越来越丰富，仿古琉璃瓦、采石金属瓦、加厚陶瓦等产品技术成熟，颜值更高，耐用性更强。尤其是采石金属瓦，轻便、抗风、抗冰雹、耐腐蚀，寿命长达几十年，几乎没有后续维护成本，完美规避了树脂瓦的所有缺点。对比之下，树脂瓦短命、易坏、噪音大、需频繁维修的缺点被无限放大，自然被市场淘汰。
同时，现在农村建房、翻修房屋大多是长期自住，不再是简单的临时搭建，大家宁愿多花点钱装耐用、省心的瓦片，也不想年年折腾维修，树脂瓦的受众自然越来越少。讲到这里，很多人会问，树脂瓦是不是彻底不能用了，完全不值得选？其实也不是绝对的，任何建材都有它的适用场景，树脂瓦并非一无是处。如果是临时搭建的仓库棚子、猪圈、牛棚或者短期出租的房屋，打算用个5-8年就翻新拆除，预算有限的情况下，选择高品质树脂瓦依然合适。它轻便省钱，安装快捷，性价比足够高。但如果是自家常住的住房，想要长期使用的屋顶，真心不建议大家再选树脂瓦，看似前期省钱，后期年年维修，整体更换耗时耗力耗钱，综合成本远超高端瓦片，居住体验和安全性还得不到保障，妥妥的得不偿失。最后总结一下，树脂瓦从风靡农村到无人问津，不是偶然，而是必然。天生材质缺陷，寿命虚标，劣质产品泛滥，居住体验差，新型材料替代，多重因素叠加让这款网红建材彻底跌落神坛。建房修屋顶从来都不是越便宜越好，省心耐用，一次到位才是真正的省钱。如果你家里正准备翻修屋顶、新建房屋，别再盲目跟风踩坑了。看完今天的文章，你家以前有没有装过树脂瓦？有没有遇到漏水、褪色、开裂的问题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经历。订阅我，带你了解更多农村建房避坑知识。